这速度啊，太快了！转眼之间，为14亿人打造的数字牢笼，马上就要由居委会送上你的家门。你说我不装，不装啊，它就影响你的生活。当年做核酸的时候，你不做出不了小区门，而如今你要是不办网证网号，你就甭上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8号。前两天我连着录了2期节目，一个是讲中国7月15号正式实施了网证网号制度，第二个呢，现在全国各地的民警他都要陆续配备那手机扫描仪，不管你是苹果还是把你昨天聊天的删了，他都能给你查出来。有些人讲不可能，有相当多的人在留言区呢就开始装那大尾巴狼。一个人说不可能这又是一个烂尾工程，14亿人怎么那么多人会配合他装呢？另外一种说法是说我就不装，他能把我怎么地？我不装也不犯法。今天我就告诉你这些真实的案例，不装是个什么后果。给你美媒7月18号今天的快讯。近期上海多地市民反映，警方与居委会要求强制下载安装名为京沪的反诈 APP， 甚至传出不装罚500块钱的说法。这可是大上海改革开放的前沿呢，现在开始强制了，引发广泛关注。中国官方从今年3月份起是扫码送鸡蛋，到7月份呢是强制登记查验，推广方式不断升级，民怨也随之高涨。上海警方研制的京沪 APP 自今年3月份开始推广以来，民众普遍反映冷淡。你装完了以后，他给你一盒鸡蛋，人们也知道这玩意儿他可能就是监护我的，这不就是一个电子牢笼吗？大家不装那就可是要来硬的了。7月18日，闵行区居民薛先生对媒体表示，近期居委会频繁宣传京沪 APP， 声称可拦截诈骗电话，保障银行账户安全，但语气中强制意味浓厚。他们说不装就罚几百块钱。他说这不是霸王条款吗？他还质疑电话是否已经被监听了。我海外朋友打了个电话，刚说完，居委会就打了电话说，你刚才和谁在通话？什么关系？这不是监控，这是什么？另外还有一个人，黄浦区居民小徐表示，派出所近期几乎每天派人到社区登记哪户未安装京沪，不装就罚款，每户挨个过关，就跟那做核酸是一样的。剩下的就是他对这种绩效式的推广是深感反感，但没办法，他也装了，不装不行。除了威胁罚款，有些市民遭遇了警方约谈。网络活跃人士周小姐对媒体表示，1个月前她被警方以核对地址为由带走，实际上是查看她手机通讯录。他们检查我手机，说侦测到我和外国有联系，要求说明联系人是谁，还拍了我全身的照，最后强迫我安装京沪才让我走。他的一位广东的朋友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。这广东也有，实际上这是全国范围的。事实上，强制安装反诈为名的 APP 监控并不限于上海。早在2023年，内蒙古、黑龙江、辽宁等地已有旅客市民被要求安装相关监控软件。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火车站，警方设摊位置，检查手机是否安装的国家反诈 APP， 未装者不得出站。一些医院、街道甚至高校也出现了警察监督安装的情况，叫一个班，大家不装你就甭出这门了。呼和浩特市民袁丽化名认为，当局防诈的另一个真实动机是监控手机。他对记者表示，现在手机上装了反诈的人很多，其实是为了监控民众在微信、QQ 等社交媒体你都说过什么，是否有翻墙记录。现在如果不听话的话，就是一觉永久封号。当局的目的是提高对通信领域的强制控制。
在校园内，类似做法也屡见不鲜。江西师范大学保卫处曾要求全校学生，记住啊，全校学生必须在手机上安装国家反诈 APP， 并进行手机抽查。有网民将此措施比作疫情期间的强制疫苗接种，批评当局以安全为名掩盖控制之实。这还用问吗？还有，湖南省长沙市一位人权律师表示，强制安装反诈软件侵犯了个人隐私权与通信自由，民众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。他呼吁政府应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，而以反诈为名强行技术监控是非法的。但是这种事儿谁能告赢？你告诉我。目前上海市金山区已有14万人安装了这款金户 APP。2023年12月份，金山警方会同科技公司历时16个月研发了这款反诈 APP。也就是上海啊，它有自己的产品，各地啊都有自己的，但功能差不多，就是个监控。在经历研发、内测、公测、推广多个阶段后，现在已经手机商城全面上架，各街道全面铺开，上海已经开始铺了。金户 APP 主要瞄准的是诈骗，它对可疑的网址、域名做出实时预警。近年来，网络诈骗比较多，但目前绝大多数的 APP 使用的是境外的服务器。安装金户 APP 可对涉诈服务器展开布防，一旦发现用户登录涉诈的网站或应用， APP 会立即预警。研发小组负责人、金山公安经侦支队副所长刘进介绍说，如今金户 APP 的预警阶段已经达到了 80%， 与现有预警措施实现了优势互补。无感运行、实时防护是金户 APP 最大的优势特点。他表示，用户正确安装后不用操作即可实时预警。这个无感运行是怎么情况？他提到，上游新闻记者安装后，看到 APP 中包含一键报警、涉诈检测等功能，上传可能涉诈的网页后，就可以进行一键报警，一键打开 APP 存在涉诈风险。它会弹出预警提示，接受预警信息后，民警会在第一时间与居委会联系，并且阻止诈骗行为的发生。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个公安啊负责督促，真正敲你门让你安装的是居委会。你要是学生呢，就是学校保卫处啊；你要是写字楼呢，那可能就是物业了。就大家跟那个动物园打疫苗一个意思。实际上，我想呢，第一批享受这个产品呢，应该是公务员基层系统，和那打疫苗啊、做核酸一样，你得先这么干。当他这么干了以后呢，他一想，既然上面监控我啊，那老百姓有什么特别呢？那给我一样啊，就跟那个螃蟹一样，凡是螃蟹它爬不出去的时候，谁往上爬，他把它弄下来，倒霉啊，大家一起倒霉。所以说，基层民警和基层公务员呢，他一有任务，第二他被监控，他凭什么让你例外啊？所以是人性上，他就特别愿意大家一块来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可能就要到你家了。因为什么啊？这个东西啊，它是唯一的。你只要在中国这地面上，哪怕你是外国人，你都有一个身份证或者是在华的绿卡吧。这个号是唯一的，每一个人是唯一的。他就看你有没有装网证网号，有没有办，有没有装当地警方开发的监控软件。尤其是那些爱翻墙的活跃分子，这些人呢，他容易被侦测到。被侦测到，你必须装，你不装呢，不让你回派出所。所以说，我就想问那些装大尾巴狼的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说这个事儿不会普及，会烂尾，现在恰恰是各地推广，过不多长时间呢，也许就到你家门了。第二，有人讲我有章，我不装，我看他能怎么地，这是违法行为。这个事儿啊，警察不跟你讲着违法。想当年疫情期间，别说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，你就是企业董事长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副主席，你也得打疫苗，你也得天天做核酸，对吧？另外，你是玩黑社会老大吧，谁也不怕。想想当年疫情的时候，黑社会老大有多少服服帖帖，每天去做核酸的？
因为你可以在你的小区门口保安那儿耍威风，你出了小区以后买火车票呢，买飞机票呢，你连你所在的区你都出不去，这个没夸张吧？所以说啊，你也甭在我这留言区装大尾巴狼。我就问你，如果现在街道让你装，你装不装？你不装啊，可能就把你所有的微信号啊、QQ 啊直接给你停了，看你老实不老实。你没这些东西，你靠啥挣钱？靠啥和你亲戚朋友沟通？靠啥推销你的产品？靠啥服务你的客户？对吧？领导你的员工？社交媒体啊，就是人们的第二生命。你没这个，你靠啥吃饭呢？所以说啊，谁也别在我这儿装大尾巴狼。别说你了，就是那李总理又能咋样？你干到了常委，干到了总理，不照样游泳的时候心脏病发了吗？连70岁都没过，68岁都没了，那你算老几呀？所以说啊，如果你愿意想听真实的消息，欢迎订阅大伟观点频道，每天和你更新。如果说你想听那些这土工啊，过2天就崩了啊，今年就完了，你要想听这种东西啊，那只能说你活该受欺负。你别说10年8年了，再过20年啊，也崩不了。为什么？1亿多党员呐！跟你说，中国人民就是共产党，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，谁也别想把自己摘出来。这个东西啊，没治。你至于说当年这风控这核酸怎么停的，你心里还没数吧？还不是有人抗争了，有人举了白纸了，这事才停下来。你有那胆儿吗？你没那胆儿的话，就别在我这儿瞎横，好吧？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，每天咱们更新，再见。